跟恋人分手后，我通常还是希望他们能幸福的，但这一位我衷心的希望他这辈子都找不到对象。他最好不要再去害别的女孩子。好，现在来说说我的这个故事。这段恋情是发生在大概3年前吧。离谱的是我们见了家长，也就是说谈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谢天谢地，还好最后是黄了，有惊无险。不过更离谱的还是我和他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那个软件是同城匹配倾向的。当时春节前夕我回到了老家，但是软件呢不知道为什么定位还是在北京。然后遇到了他定位是在南京，人也在南京，距离很远，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匹配上了。更巧的是聊了几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老家居然是一个地方的。继续聊又发现更巧的是，他的妈妈是我高中学校的数学老师，不过他妈妈没有教过我就是了。他家呢就住在我们学校旁边的职工家属楼，我们看运动会什么的，他们家打开窗户就能看见，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在很多年前就见过我了。这个阴差阳错的相识给这段感情开了一个很奇妙的头。这种所谓的缘分让我看他的时候都自动带上了一层美化的滤镜。姐妹们千万别被这种小概率事件迷惑，缘分说白了就是遇见小概率事件了呀。那么如果缘分给你送来了一个垃圾，你就要注意了，千万别美化这个垃圾。这么小的概率都让你碰到了垃圾，只能说明你倒霉，不能说明这个垃圾很宝贵。我们大概聊了1个月就奔现了。要说聊天的过程中有没有下头的地方也不是没有的，而且我印象很深刻，记得他当时是在横店的星巴克给我发微信，然后就说他身后有2个女孩特别吵，非常的没有素质。然后呢他就回头去看了一眼，说是不太好看的2个女孩。然后呢又说这种女孩呢日子过得很苦的，不好看的女孩在这个社会上会过得很艰难，像你这样。然后他接着又说像你这样的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我收到这条信息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奇怪但说不出来哪里奇怪。他这种拉踩的夸奖方式呢，我也并不受用，我隐隐的就是觉得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怪怪的。但现在我知道了，我当时之所以会觉得不对劲，是他面对他讨厌的人和一般的人不同大部分人可能就是直接就是抱怨但他往往一番话不带脏字但侮辱性极强，将个人扭曲的价值观包裹在看似客观的规律里。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狡猾的刻薄。最主要的，他说的那些话现在看来太点了，就是厌女当时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么严重，但是还是有点下头的。之所以会同意见面，主要就是因为缘分美化了他，然后呢我们又是一个地方的，就有天然的一种亲切感。再加上他真的很会聊天，而且是一个知识储备非常丰富的人。聊到他不懂的呢，他往往又很谦虚。比方说我有段时间在看梦的解析我就让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分享他的梦。有一次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怪异的梦，梦到了一个20多年没有见过的当年也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女同学他就觉得这个梦好像真的是在告诉他什么。我就试图给他聊了一下什么超我本我这些概念，然后试图解析他的这个梦。虽然最后没有完全解释他的感受，但是他同意了一部分。接着他又说你脑子里的想法好奇妙你真的好爱思考，我从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就完全夸在了我的基点上了。然后呢他还会继续问我关于这个话题的更深入的一些东西哪怕他在应酬也是毫不敷衍的回复的非常的认真，而且有来有回的。我当时就是感觉他好真诚进入社会这么久了还有这么强的好奇心，很难得。而且不论我说的东西是多么复杂细碎的观点，他也能立马就 get 到，然后最后又提出自己的同意和不同意的部分继续探讨。我当时就觉得老天爷给我量身定制了一个对象。认识的那个时候是春节嘛，有1周的假期，他也回了老家。当时他还没回家放行李就先来见了我。他给我的感觉印象还是挺好的，整体感觉就是一个个子很高衣服干净，有自己的风格，温柔细心，很会照顾人，聪明幽默有事业心。最主要他给我的感觉是真诚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呢，更巧的是他们公司虽然在南京，但是工作是南京北京2个地方跑的。接下来呢他就要在北京待很长一段时间，节后呢他就先回了北京。那段时间他们电视剧的拍摄进入了后期阶段嘛，他整天就往西边的一家后期公司赶去监工，忙得焦头烂额。我当时和我爸住，但是我还想在老家多玩几天，所以就还没有急着先回北京。然后我爸呢自己在家就不小心感冒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想先去见见我爸啊，也带点药过去。他的考虑是啊，先见个面，自我介绍一下，聊聊天。当爹的呢就比较放心我和他出去。我当时就是挺感动的，心里面就是觉得啊，这就是成熟的男人吗？对了，那个时候他已经34岁了，所以我同时又觉得他真诚的像个小孩，那种场面我又不在，两个男人以这种身份第一次见面，想想就尴尬。不过我最后还是没有答应啊，考虑的主要是我爸生病了，这种时候是肯定不愿意见外人的。我就说等我回去了再安排吧，叫他先去忙自己的事情啊。我回北京后呢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我在做手作，要尽量趁着天光好呢做精细活，一般做到下午6、7点结束。所以我就跟他说啊，我工作时间就不能跟他聊天了啊。之前呢我们是不间断的从睁眼聊到闭眼，突然就不那么聊了，他就不习惯，他就说啊，你不用回，但是我想你了，我就会给你发信息。我去上个厕所的空隙呢，打开微信，往往就会看到他发来的10来条信息，还有图片啊什么的，他看见的好看的云啊，可爱的刺猬啊，各种各样。然后隔个2、3个小时吧，他就会打个电话过来，叫我起来站一站，休息一下眼睛什么的。我是在家工作的，所以我爸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人的存在，我就只能从实招来了。他从小写毛笔字嘛，我就把他的字给我爸看了，然后我爸就问啊，抽烟喝酒吗？我说都不。然后我爸不喜欢不喝酒的，他就是觉得男人如果不喝酒的话少点性情，然后又说字写的是挺好的，但是从他的字来看的话，这个人不是个大气的人，也不是一个性情中人。不过你喜欢就好，我可能合不来，但是他不重要。我爸就并不想那么早的见他啊，就跟我说，就你们先再了解了解。后来他们见上面是有一次我和我爸下馆子，他当时给我发信息说他收工了啊，要来找我。那个时候大概是晚上9点钟了啊，是这样的，他工作完了再晚都会跑来找我一趟，然后我们会吃点宵夜，再去喝点茶或者咖啡什么的，然后最后12点准时送我回家。我后来就规定啊，超过9点就不要来了，毕竟他是从西边过来，我是在东边，不堵车的话打车都要1个多小时，太折腾了。然后呢，那天他卡在了9点差1分给我发了消息说他那边结束了，现在过来。我陪我爸喝了点啊，正聊着啊，收到他信息呢，我就跟我爸说啊，我让他过来一起吃点啊。我爸喝的有点高兴了，就同意了，就这么就见过了。然后是周末我们就会早早的起来，他去接我，然后我们去琉璃厂或者景山公园798走走逛逛。几个月过去啊，他北京的工作结束了，要回南京了。我和我爸呢，因为家里的事情闹了点别扭，家里待的不高兴，我就也跟着他去了南京。这就是噩梦的开始。去了南京，一下子就没了头绪，不知道该干嘛。我那时候挺不喜欢手做的，但现在想来，其实也不是不喜欢，只是这个事情是我爸让我做的，我自己并没有认真的考虑过。按我爸的说法就是啊，有人很幸运啊，做的事情呢自己喜欢还能赚钱，还有的呢是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能赚钱，然后呢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不赚钱，最后的一种呢是做着自己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又不赚钱。你的性格呢和我一样，受不了老板的气，也不喜欢职场那种假惺惺的那一套啊，适合单干。手作呢就是你不喜欢但是赚钱的一个事情，不用看人脸色，销售呢又是我负责啊，你就自己创作，我带你上路，后期你自己独当一面了之后呢更自由。我成长过程中我爸的这些理论很多，就是听都听不完的。听完他这个理论呢，我的脑回路就不受控制了。适合单干我是认同的，但觉得我应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也赚钱的事情。我这个症状就是社会的毒打挨少了导致的。而且当时材料呢是需要在北京买，也需要我爸来长眼嘛。综合下来呢，我到了南京就得重新找个事情干。我也跟他说过我爸的这个理论的啊，他就跟我说，慢慢的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干吧，不急。我就觉得啊，他对我真好，他简直就是最懂我的人，呵呵。那段时间他工作不忙，带着我去了南京的各个景点啊，去商场逛街啊，然后吃当地的各种小吃，每天都在吃喝玩乐啊。有一次呢，我化了妆，站在阳光底下，他看着我就说：“你今天好美，眼睛灵动的像波光粼粼的湖面，以后就用这个眼影吧。”我当时就想，一个直男竟然看得这么细节，果然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啊，完全就没有注意到他那种隐隐约约的控制。这期间呢，也考虑着做点什么嘛，
后来在他的鼓励下呢，我开始试着写小说。平时在家呢，我想吃家乡菜了，就会试着自己做做饭，但是大部分时间呢还是外卖或者是出去吃。吃完饭呢再去看个电影。本来他是找阿姨打扫卫生的，我来了之后呢就主动揽下了打扫的活啊。他也跟着干。他是有点洁癖的，而且有焦虑症。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去书房盘他的那些种子，然后拿刷子刷，然后重新穿线啊什么的，靠这个缓解焦虑。后来呢，可能是长时间创造不了什么价值啊，写东西又没写出什么名堂来，又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又能赚钱的事情，整个人就有点挫败呀。结果我急，他比我还要急啊，还没等到我重新找到新的尝试感情就出现问题了。发现他有变化呢，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那段时间呢，对商感兴趣纯纯就是对一个未曾了解过的知识好奇，就和他聊起了这个。他从最初的你好喜欢思考，变成了你想过没有，这些东西好像没什么用。那个时候诺兰还没有拍《信条》，确实是一个连饭后谈资的价值都没有的一个东西。我们深入交流越来越少一顿饭吃下来可以是一句话不说，然后各玩各的手机。我陷入了一个困境。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好像我感兴趣的事情都没有什么用，然而如果我不从自己感兴趣的众多事物里去找到一个可以变现的路径，我又怎么可能实现做着喜欢的事情并赚钱呢？其实现在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了，他就是并不打算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找到感兴趣又赚钱的事呀。写小说这个事情没成，我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呀。但是他不会明说他这个人他不喜欢当坏人，就旁敲侧击的呢逼我，但我并没有领会思路整个就跑偏了。当时的我是完全相信他的，所以看不清，仍然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喜欢又赚钱的事，或者说至少是我喜欢的事，是我们的共识。另一方面呢，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变化很大，这让我心理落差非常巨大，然后开始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导致的。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因为它的那个没用的范畴里囊括了我几乎所有感兴趣的东西。我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不该净想一些没用的那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变现，所以他们确实是没有任何价值，好像也没什么意义。窒息的是这些想法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慢慢的开始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因此自我认同也在慢慢的降低，这让我更加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我们之间的感情正在迅速的降温，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就开始焦虑脱发，整个人变得特别的敏感，一点就着。他对我的这个状态唯一的评价就是发脾气只是你的自我保护接着他的工作就开始忙起来了，回到家呢，要么他就是抱着手机要么就是在书房里玩电脑，偶尔说话呢，内容基本就是你那么聪明，要做什么肯定能行我知道你这个人也一定是会很努力的。他有时候呢还会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跟我说，那个谁家的老婆真的好优秀你知道吗？他家上亿的资产，他出门都还要挤地铁，就是这样的人好值得佩服你穿瑜伽裤最好看了，我再给你多买一点吧，就是巴拉巴拉，就是这类似的东西。我听到他这些话，莫名的就心烦，又说不出为什么烦，然后每天都憋着一股气，衣柜里全是瑜伽裤，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始终在忽略我的感受，一直在通过鼓励的方式让我变成他希望的样子。后来他有了一次长假，就带我回家去见他的父母。他父母呢也说不上有多热情他妈是那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很享受工作，然后退休了之后呢就组了一个老年模特队，总之呢是很忙然后他爸呢就是不苟言笑，话不多的一个人除了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呢有过一次审问式的聊天，吃完了饭呢我帮忙洗碗时聊过几句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什么交流了他妈妈呢都没在家吃过几顿饭，这个事情呢他有点不高兴就跟他妈说，我带对象回家来，你天天不着家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但是他妈妈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包了石榴呢，然后放在碗里，然后递给他爸，他爸就说快吃饭了，谁吃这些也是想得出他家的氛围呢还挺压抑的。待了1周之后呢，我们就回南京了。和他分手跟朋友复盘的时候我朋友把细节全点出来了首先他提前跟他爸妈说了要带女朋友回家，但是他们就只准备了家常菜，又不是没整个大菜的那种经济水平，这明显就是不上心。第二呢就是审问式的对一个女孩，这多少是有点不通人情没礼貌。第三呢就是说他妈都不怎么着家就是至少他妈是不重视你的。
然后后来呢，他妈妈就生病了，挺大的病，他呢就要赶回去订票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也跟着你回去吧，我去帮忙。然后呢，他一句话就把我给点着了，他说那你保证我妈闹脾气骂你了，你不会生气？就是保证2个字，我当场就炸了。那请你自己去吧我就不多事了。然后呢，他的骚操作就来了。他走之前呢，我们出去吃了一顿饭，他突然没头没尾的就说他朋友的妈妈突然病倒了当时呢，那个朋友就回去告诉了他老婆。这个时候他老婆就哭了他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儿。说完呢，就神情感伤的吃起了东西。我却吃不下了，心想我没哭，我是不是有点铁石心肠突然有种羞耻感，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对不起他。他走了之后我自己就上网了解了疾病相关的一些资料，也问了医生的朋友然后呢就买了几种他妈需要的保健品，还有什么话梅山楂芒果干什么的这种开胃的果脯给他寄过去了。就如今想起来，他当初的那个话头就起得非常突兀，细品就会发现他跟我说的几乎每句话都是有目的的。他就是在告诉我，他理想的老婆就是一个感同身受，一个无私奉献的老婆呀。兄弟婆媳关系是需要培养的呀。我跟你妈连话都没说过几句，是真的哭不出来呀。而且我甚至都还没过门呢，我去照顾你妈，我还要向你保证我心甘情愿的受气。什么家庭什么成分呀，21世纪了呀，没有这种事情的。但他会考虑这些吗？他只会在乎自己的感受。然后生病这个风波过去了之后呢，重头戏就来了忘记是什么原因了，我们就又吵架了。其实说吵架是不太准确的，是我爆炸了。他这种时候往往就是沉默的，偶尔面无表情的说一句你好激动你冷静一点。这种时候呢，我往往会觉得自己更差劲了，自己整个人越来越失控的那种感觉。反观他呢，却是几乎不发火不失态的一个人。我甚至一度怀疑他之所以对我开始变得不好，就是因为我越来越糟糕了。我就想冷静一下嘛，就进了卧室，关上了门。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就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了。大概1个小时之后呢，他就进来说公司有事要去一趟。我就没理他嘛，还在想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我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到他关上门的那一刻呢，我却瞬间就觉得身心都放松了，终于有了食欲，一边吃东西呢，一边就拿平板来看视频。然后平板上面就来了一条微信，我就点开了。我从来都没有翻别人手机的习惯，但是那一刻我就是觉得我应该点开，就真的是我命好，老天爷帮我脱离苦海。微信上面是非常隐晦的对话，我觉得不简单，然后就截图下来就发给我的一个男生朋友。他就跟我说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就是你想的那个事。他去找那种服务了。当时呢，我也没搞懂自己的情绪我不气，首先然后也不伤心，反而是非常的平静。夜里12点，我在卧室听到他回来了，他很自觉的睡在了沙发。我一晚上没睡，除了这条信息我还收到一条他第二天早上8点要工作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一晚上就是没有叫他，等到第二天6点钟，我才坐到他的旁边拍了拍他。然后我把消息界面打开，递到了他面前。他一瞬间眼里闪过了一丝惊恐，但是又马上恢复了淡定。你都知道了，你准备怎么做？我没说话他就又用很小的声音说，你这样发脾气我压力很大，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焦虑，才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发泄。牛我说你先去公司吧。那段时间对于他来说是挺折磨的，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非常忐忑，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其实已经决定分手，但还在计划下一步。不再为这段糟心的感情烦闷之后，我的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想着我既然喜欢电影，那不如学一下剪辑。后来就是口罩爆发了，他人在外地当时我提前订了票，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走了，然后就带上行李就走了。他后来呢找过我好几回，然后有一次我就无聊，我就出去见他了，结果他更恶臭了，对我的穿着和妆容指指点点老相识了，人家直接就不装了当时虽然是已经分手了，但是我却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落下了后遗症，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段感情他只是犯了嫖这一个错，其他的都是我的问题。和他分手后呢，我有个朋友觉得我的状态很不对，然后我们就说好了，我过去到他那里去待一些日子。到了他那里的第1个晚上，我们就复盘了整个事件。然后但是不幸的是根据我的一面之词，他无从客观的进行分析。是这样的，我以前很喜欢自我反省，
这就被我的那个前男友给嗅到了。他经常夸我，你身上我最欣赏的地方就是你很喜欢自我反省，你这样说明你的心胸坦荡。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小人，出现了问题都是怪别人。我意识到他这是 PUA 是前段时间看绝教，里面有个叫神代的人，他的 PUA 套路让我越看越清醒。我之后想聊一聊绝教这本书。当时看完书呢，我就非常的确定了，我的这个前男友一直在用鼓励的方式诱导我变成他容易控制的样子，和传统的比较常见的那种 PUA 不同吧。他不会刻意的贬低我，他会利用我的自我反省的特点让我自己贬低自己啊，他会鼓励我，让我顺着他的意愿去要求自己。他很清楚啊，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总会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的。只要你这样想了，那他的洗脑就成功了。我感觉他也不是不会用贬低的方式去 PUA 别人，只是他如果贬低我会被我骂得狗血淋头。这种阴间人啊，就是怕易燃易爆炸的。所以呢，他对我的 PUA 他就换了一个方式，完全就是量身定制的。但是当年我并没有想到这些，我并不知道这些。我和朋友复盘的时候，我整体上只在看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必须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我才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呀。至于他的问题，他的那部分责任，我想都没有想，就是不太去关心他的问题。然后第一晚我们得出结论，就是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依靠别人。对，这条结论放在现在来看也是对的，放在任何情景下来看都是对的。但是用来总结那段感情的话，它是片面的，因为不断的自我反省，不去分析他的问题，就很难看清整个事件很容易把他的那一份责任，他的那一份错误归到自己的头上。所以千万不要这样，这是一种致命的自我否定。这种错误归因也让我落下了后遗症，变得特别自卑。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好，然后甚至有一点抑郁情绪，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接着呢，我这个朋友就是每天都跟我说我身上的优点，想帮我重建自信。但是说句实话收效甚微，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别人的认可和夸奖就都只是即时效果而已。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这个事情也对应了之前绝教那期视频底下评论区在讨论的女性该不该性羞耻的这个问题。当时我和朋友正聊着天我觉得嘴唇干得快裂开了嘛，我就问他要唇膏抹，他说在枕头底下。然后呢，我就掀起了枕头，然后我就看见了一个玩具。一瞬间我就觉得空气仿佛变成了水泥，短暂的尴尬之后，我拿起唇膏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就放下了枕头。他却突然笑起来了，然后就问我说你在想什么？我说不好意思，我是不是看到了不该看见的东西？他说这有什么呀，正常的欲望你也知道我单身多久了，身体需求呀，不论如何我们都有正常的需求呀，你现在也单身了不是吗？确实这个事情这样默不作声的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如摆在台面上大方的聊一聊。真正有所触动是后来他给我寄来了一个东西。我一开始打开包裹以为是一个耳机，直到我打开了这个小壳子，然后没错，他给我寄来了一个玩具，比他自己那个好看。后来我就收到了他的信息，一个桃心，收到你的单身礼物了吗？一瞬间我立马就想到了那个晚上所有的情景。我们亲密地躺在他的床上，窗户外面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房间里很暖和，只有一盏暖黄的落地灯，床边小桌子上是他为我们俩调的酒，还有他炸的堪比肯德基的薯条。我们小口喝着酒，聊着天，头有点晕乎乎的，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却什么美好都没有注意到，只关注着自己心里那点因为一个臭男人不值当的悲伤，和为了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存在的欲望而感到羞耻。我看着这个小玩具，觉得那时的他自然坦荡，他是那么的自信，因为他坦然的接纳自己，所以他温柔的爱着自己，然后他将这股力量用这种方式传递给了我。女生之间的感情真的太美妙了。想起生命中给过我温暖的女孩们，我常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